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是食物升糖指数，具体关注影响食物升糖指数变化的诸多因素。在上期视频，我们介绍了升糖指数的基本概念、特点、数值以及对运动健身的影响。同时遗留了一个问题，食物的升糖指数是会变化的，相同的食物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升糖指数。那么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将如何利用这些特点来帮助自己将饮食安排得更加合理？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用一种食物来展开话题。无论在什么地区，米饭是中餐中最常见的一种主食。米饭的升糖指数会因为烹饪方法和不同的品种有所变化。第一，烹饪方法，传统的蒸煮方式，例如电饭煲煮熟的米饭，升糖指数大约在70到90之间，属于高 GI 食物。如果将煮熟的米饭冷藏过夜，升糖指数就会下降 10% 到 20%， 下降到大约56至72之间，这就属于中 GI 食物。如果想进一步降低升糖指数，就将这些米饭做成炒饭，因为添加了蛋白质和脂肪，减缓了消化速度，升糖指数再次降低。具体下降的数字不好统计，这受到炒饭中添加的食材情况的影响。不过毕竟升糖指数出现了下降，可见不同温度的碳水食物升糖指数会出现变化，这就引出了营养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糊化和抗性淀粉。糊化是在烹饪过程中发生的，当淀粉颗粒处于水和热的环境时，它们吸收水分膨胀并最终破裂。拦不住我了，我膨胀了，是吗？这使淀粉更容易被身体的消化酶快速分解为葡萄糖，从而快速进入血液，使血糖水平迅速上升。因此糊化过程提升了食物的升糖指数，米饭做得越软，升糖指数越高。米粥就是升糖界的巅峰之作了，这是生生将复合碳水化合物玩成简单碳水化合物的操作。而抗性淀粉是指不容易被身体消化酶分解的淀粉形式，例如米饭煮熟后再冷却，米饭中的一些分子会重新排列成消化酶不易分解的形式。这种淀粉无法在小肠中被分解为葡萄糖，它们只能在进入大肠后被肠道微生物发酵，转变为短链脂肪酸，因此不会引起血糖的快速上升。所以刚才提到的冷藏过夜的米饭，增加了米饭中抗性淀粉的含量，从而降低了升糖指数。可见糊化和抗性淀粉的区别在于温度和水分，温度低，水分少，升糖指数就降低了。然后就是炒饭为什么能降低升糖指数呢？在炒饭时，我们可能加入鸡蛋、蔬菜、肉等食材，其实就是加入了蛋白质、纤维素和脂肪。这三种营养素的组合会减慢消化过程，使胃排空的速度变慢，从而降低糖分的吸收，缓解血糖上升。炒饭不见得比白米饭更容易长胖，重要的是要看你炒饭的时加入了什么食材，加入了多少。在准备这期视频时，我老婆就质疑炒饭比白米饭更不容易长胖这个观点。我想大家可能也有相同的疑问。我想这是因为很多人还抱有脂肪比碳水化合物更容易长胖这样的固化观点。对此有疑问的小伙伴，去看我有关脂肪、碳水化合物、减脂期的饮食安排等相关视频吧。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白米饭比炒饭更容易长胖，我的观点是，是否堆积脂肪要根据食物的具体情况，没有绝对的事情。所以搭配蛋白质、纤维素和脂肪时，碳水化合物消化的过程会变慢，血糖上升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通过对米饭的分析，我们知道了烹饪方法不同造成升糖指数变化，还有很多碳水食物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在我这里，我们的主食之一就是各种 pasta， 在意面的煮制过程中，有硬心的叫做 al dente，GI 值在45到50之间，属于低升糖指数。煮制全熟 pancetta，GI 值在55至65之间，属于中升糖指数。而煮成 chop cotta，GI 值高达75，属于高升糖指数。除此以外，土豆、南瓜、中式的面条等等都有相同的情况。在烹饪方面，我们得出结论，高温或者长时间，再加上和水分一起烹饪，会提升食物的升糖指数。低温或者短时间，再加上脱水的烹饪方法，会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讲完烹饪的情况，再说食材的品种不同，升糖指数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还用米来举例，
现在我们看到的表格是5种常见米的升糖指数。升糖指数不同，是因为不同米的淀粉组成和结构有所差异。例如糯米 GI 值在70到90之间，淀粉类型几乎全部是支链淀粉，易糊化导致高 GI 值。我们常吃的长粒米 GI 值在60到70之间，含较高比例的直链淀粉，烹饪糊化反应适中，升糖指数介于中高区域。短粒米，例如日餐中做寿司的米 GI 值在68至80之间，含较高比例的支链淀粉，糊化快，也属于高升糖指数。再看泰国香米 GI 值在50到60之间，还有比例适中的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属于低中升糖指数。糙米 GI 值在45至55之间，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越黏的米饭升糖指数越高。如果不想胖，软饭吃不得。这是由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的含有比例决定的。在食材方面，我们得出结论，含支链淀粉多的碳水化合物做熟后呈现更粘稠的样子，升糖指数高于含有直链淀粉多的碳水化合物。关于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的概念，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聊。除了以上说到的烹饪和食材2点以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食物的升糖指数。第一，食物成熟度。一种果实的成熟度会影响糖分的类型和含量。熟的香蕉比半熟的香蕉 GI 值更高，因为随着香蕉的成熟，其中的淀粉转化为更易消化的糖分。第二，加工的程度。食物的加工过程会改变其结构和成分，从而影响 GI 值。例如，全麦面包的 GI 值低于精致的白面包，因为全麦面包含有较多的纤维素和较少被破坏的淀粉。第三，食物的物理形态。食物的体积越小，与消化酶接触的面积越大，消化的作用越充分， GI 值越高。例如，切碎胡萝卜的 GI 值高于整根胡萝卜，所以将食物充分咀嚼，食物的消化程度增加了， GI 值也就变高了。但是不充分咀嚼，虽然消化程度和升糖指数降低了，吃东西速度快可能让你吃进了更多的热量，所以这方面的解决方案要看你个人的偏重点，怎么说都有理。今天我们聊了一堆升糖指数变化的门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升糖指数谈的是糖分被身体利用的快慢问题，但是一种碳水化合物进入身体以后，血糖变化不仅包含速度问题，还包含实际数量问题，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常被大家提及的概念，血糖负荷。其实血糖负荷才是一个更全面的血糖管理工具，我将在下期视频中和大家探讨，敬请关注。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食物的升糖指数变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烹饪方面，高温或者长时间，再加上和水分一起，会提升碳水化合物的糊化程度，增加升糖指数。而低温或者短时间，再加上脱水的烹饪方法，会增加抗性淀粉的程度，降低升糖指数。和蛋白质、纤维素、脂肪混合搭配也会降低升糖指数。在食材选择方面，含支链淀粉多的碳水化合物做熟后呈现更粘稠的样子，升糖指数高于含直链淀粉多、粘稠度低的碳水化合物。同时，食物的成熟度、加工的程度、食物的物理形态也影响着升糖指数变化。有了这些技巧，相信你能更容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碳水食物了。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